这绝对是90年代最好看的刑侦推理剧。如果你没有看过，那么现在绝对不能错过。故事开始，在一架飞机上，古田从外地出差回来，坐在隔壁的男人拿着一个宝贝找他聊天。男人名叫浩二，是一个艺术家。金泉和西原则坐在后面的经济舱。此时，一个小屁孩在飞机的过道上跑来跑去，把金泉给弄醒了。熊孩子在经济舱和头等舱之间来回穿梭，金泉忍受不了他，于是按响了服务键。与此同时，古田和浩二还在聊天。突然间，坐在旁边的红衣大妈发话了。大妈是浩二的妻子，她让浩二叫服务员再拿一条毯子过来。随后，空姐送来了东西，金泉也跑过来说想呼吸一下头等舱的空气，不料被古田赶了回去。过去了这么久，熊孩子还在乱跑不肯消停，西原也看不下去了，于是决定亲自教育一下他。西原对着小屁孩说道：如果谁一直在飞机上到处乱跑的话，那么怪物就会出现将他给抓走。说完，小屁孩不信，转身跑走了。一旁的金泉却对此信以为真，他抱着毯子来到另一边的窗户旁，打开遮阳板，看看有没有真的怪物在外面。与此同时，浩二的妻子将看完的杂志拿给浩二，让他换一些新的过来。然而，就在浩二翻找着新杂志的时候，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站在了他的身后。女人名叫由美，是浩二的地下情人。原来，浩二曾这样答应过由美，离了婚就赶紧娶她。没想到随口一说，由美竟然当了真，还跟着上了飞机。正交谈着，突然由美拿出了两人拍的大头贴，看到由美把大头贴粘在化妆包上，浩二想去抢，结果落了空。随后由美开始奔跑，浩二则在后面狂追。就这样，两人来到了一个隐蔽的地方，开始享受天伦之乐。由美进入到厕所里，放下台板，然后拿出口红，涂好后将浩二强行拉进了厕所里。厕所的空间非常小，两人在里面施展不开拳脚。浩二一心想要去拿大头贴，不料这时飞机突然发生了震动，由美的脑袋撞在墙角上，当场死亡。看到这一幕，浩二人傻眼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厕所里只有他们两人，而且包上有他们的合照。如果此事被发现，那么浩二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，他该如何是好呢？这是一起意外死亡事件，两人在厕所里搞事，突然间飞机遇上气流，发生剧烈震动，女人的脑袋撞在墙角上，当场身亡。看到这一幕，浩二慌得一批，他的妻子还在飞机上，他根本就不敢承认和由美之间的关系。为了隐瞒此事，浩二将化妆包上的大头贴撕掉，随后打开包检查，突然发现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贴上了大头贴。没办法，浩二只好将包拿走，事后再处理。可刚出来，又在门口碰到了那个到处乱跑的小屁孩，看他一脸憨憨的样子，也就没有管他。紧接着，浩二拿着包来到了经济舱，选了个位置坐下后，开始清理包里的大头贴。此时金泉正在旁边睡觉，浩二一边抱怨一边清理着照片。这由美还真是一个恋爱脑啊，照片贴的到处都是，连镜子上面都有。清理结束后，浩二将化妆包扔进了垃圾桶，随后返回座位，看见妻子才想起杂志忘记了拿，于是又起身去找。另一边，金泉找到西原，表示自己在窗户边看到了他所说的怪物。与此同时，浩二正在找杂志，突然旁边机长的领带夹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低头一看，却发现自己的领带夹不见了。他以为掉在了厕所里，想要去寻找，结果发现楼梯口有人守着，无奈之下只能返回座位再想办法。可杂志又忘记了拿，在妻子的要求之下，浩二再次起身去找。然而这一次他换上了自己的皮鞋，随后跑到更衣室偷了一件机长的西装穿上，接着他穿过楼梯口来到厕所，可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自己的领带夹。此时金泉正在外面寻找工作人员，身穿机长制服的浩二只好将计就计，假扮起了副机长。金泉对着他说道，自己通过窗户看到了怪物，可来到窗户旁，几个人盯着看了半天后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此时西原表示想去趟厕所，浩二也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拦，于是尸体就这样被发现了。随后西原出去找人，浩二将衣服脱下来盖在死者身上，免得等会儿空乘人员过来看到衣服就会发现他的真实身份。空姐过来后表示死者就是经济舱的客人，独自上的飞机，没有同行人。随后画面转过，西原将此案告诉了古田，说完他还表示这是一起谋杀案，因为在案发现场他发现了一个疑点，厕所里有一块可以折叠起来的台板，女性去里面化妆时通常会把它放下来当桌子用，平常时间这块板子是折起来的。然而发现尸体的时候，板子却被人放了下来，并且死者的嘴唇上涂有口红，这就说明了案发前死者在厕所里面化过妆，可是现场却没有发现任何化妆品。西原认为死者的化妆品肯定是被人拿走了，而拿走东西的那个人，他就是杀人凶手。飞机的厕所里发生了一起命案，古田甚至都没有离开座位就把案子给破了，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金泉还在纠结他在窗户边看到的怪物，他让空姐找一台相机过来，说是要亲自把怪物拍下来给他们看。随后空姐找来相机，为了测试机器是否正常，他拍了一张照片。然而正是因为这张照片，最后成为了西原破案的关键。正调查着，突然
一个工作人员跑过来说，有个小屁孩声称他曾看到一个奇怪的男人从厕所里跑出来。浩二听到此事，慌得一批，于是赶忙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然而这一次他依然没有拿杂志，没办法，只能再次起身。浩二刚到经济舱，就看到西园带着那个小屁孩在到处找人，于是他赶紧拉着金泉往外面看，就这样他躲过了一劫。随后画面转过，西园带着小孩找遍了飞机所有人，都没有找到他口中的怪叔叔。除了乘客之外，飞机上的工作人员也全都找来看了一遍，但是还是什么都没有发现。现在飞机上唯一没去找过的地方就剩驾驶室了。西园找到浩二，让他去跟驾驶室商量一下出来调查。没办法，谁让他假冒的是副机长呢？浩二只好硬着头皮去敲驾驶室的门，刚打开他就冲了进去，结果被人赶了出来。古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他已经知道了这起案件的部分真相。与此同时，西园找来了座位表，准备一一排除。刚坐下打开铅笔盒，突然一旁的金泉大叫了起来，他表示刚才又看到了那个怪物的身影。众人定睛一看，原来窗户上的那个影子是西园的，看起来像怪物，也是因为铅笔盒反射出来的光照在了西园的脸上。对此，西园表示，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，当时金泉通过窗户所看到的怪物，应该就是凶手的影子。案发结束后，凶手临时坐在了这里，而且他的手中应该是拿着什么可以反光的东西。从现场丢失的物品来看，西园怀疑凶手当时手里拿着的东西就是死者随身携带的化妆镜。听到这些，浩二蒙圈了，他得想办法继续隐瞒才行。随后，浩二主动找到小男孩，把自己的宝贝送给了他，让他帮忙隐瞒一件事，那就是在厕所门口见过自己的事。小孩没有吭声，收下了礼物。随后画面转过，空姐不经意间提到了刚才拍的那张照片，她称呼这张照片为乘客们的闪光纪念照。可是照片上明明只有金泉一个人是乘客呀，空姐为什么要称呼他为乘客们呢？仔细一问才知道，原来浩二根本就不是什么副机长。看着眼前的照片，西园终于想明白了一切，此案和古田基本毫无关系。西园通过推理自己就找到了凶手。随后众人来到头等舱，小男孩没有被收买成功，他指认了那个怪叔叔就是浩二。事已至此，浩二也说出了全部实情。古田也开始发话，厕所里面空间狭窄，根本就无法打到死者的后脑袋，而且通过死者倒地的位置来判断，这应该就是一起意外事件。古田指着浩二说道，虽然人不是你杀的，但是你却从案发现场逃走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说完，浩二表示没办法，这不是怕老婆知道吗？随后，浩二的妻子拿着杂志来到了他身旁，影片也就到此结束了。原来古田早就怀疑浩二，是因为他将拖鞋换成了皮鞋。正常情况下，人们一坐上飞机，换上了拖鞋就不会再去换自己的鞋子，除非已经到站，或者遇到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事。浩二想要扮演机长，那么他就不可能一直穿着拖鞋。说完，古田拿出了一个领带夹，原来浩二的领带夹掉在了古田旁边的座位上。在这之前，古田找过机会想把领带夹还给浩二，可是浩二一直急急忙忙的进出，根本就没有理他。好了，本期视频也就到此结束了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